洪武8年的那个春夜，当65岁的刘基在病榻上艰难地喘息时，他或许会想起自己一生中无数次精准的预言。世人传说他能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是在世的诸葛武侯。传说他手握天文书，一眼便能看穿王朝的星体。然而，历史最荒诞的幽默在于，这位算尽了天机，帮朱元璋定鼎天下的神算子，却唯独算不出自己在这盘棋局中的活路。如果我们拨开后世为他涂抹的层层神话金粉，看到的将不再是一个高坐云端的刘半仙，而是一个在元末明初的浑浊乱世中，因为太过清醒而注定痛苦的儒家灵魂。公元1311年，此时的元帝国仿佛一头庞大而迟暮的巨兽，虽然疆域依旧辽阔得令人窒息，但它的内脏已经开始腐烂。蒙古贵族的马蹄不再是为了征服，而是为了践踏自家的草场。科举制度时断时续，汉族士人在九如十盖的社会层级中苟延残喘。刘基便是在这样的帝国黄昏中发出了第一声啼哭。刘基自幼便展现出天赋，在父亲的启蒙下，他读书非同常人。寻常孩童还在辨识字句时，他已能一目十行，且过目不忘。12岁那年，当同龄人还在田间嬉戏，他已轻松考中秀才，被乡里惊叹为神童。但这仅仅是初露锋芒。14岁入府学研读春秋时，他的才华才真正震慑了学宫。那是一部言简意深、晦涩难懂的圣人威严，即便是饱学之士，往往也只能好手穷经，依样画瓢。初学者更是只知诵读，不解其意。然而刘基仅仅默读2遍，便能背诵如流。更令老师惊骇的是，他竟能撇开前人著书，直指文中幽微之处，言前人所未言。随着年岁渐长，刘基的求知欲并未止步于科举经义。17岁那年，他开始主修程朱理学，接受通经致用的正统教育。除了圣贤书，他还饱览天文、地理、兵法乃至术数之书。在那个时代，这些往往被视为杂学甚至墨迹，但刘基却沉迷其中，潜心钻研。正是这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杂学，将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成为刘基手中重整乾坤的利剑。只不过，此时的刘基眼中看到的还不是功名利禄，而是那个正在下坠的世界。他正在为修补这个世界磨砺自己的爪牙。利剑既已磨成，便不甘于在匣中空明。清甜的云雾终究也锁不住这条渴望腾飞的潜龙。书斋里的乾坤对他而言已太过狭小，他迫切地想要去触摸那个真实帝国的脉搏，去验证自己胸中的万千丘壑。23岁的刘基沿运河北上大都，一举高中进士。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，仿佛天门已开，青云可待。然而命运却在此刻给他开了一个冷酷的玩笑。此时的元帝国外部烽火连天，内部党争不断。刘基虽有进士之名，却在家中闲居了整整3年。那是他第一次在漫长的等待中听到了帝国大厦将倾时发出的嘎吱声。3年后，他才被授予江西高安县城这一正8品的微末官职。但这并未磨灭他的志气，反而成了他与这个腐朽体制的初次正面碰撞。在任5年，他像一把刚刚淬火出炉的宝剑，试图斩断盘根错节的贪腐与不公。他深入乡间，看到的不仅是贫瘠的土地，更是豪绅与贪官勾结织就的罗网，骗人钱财，夺人妻女，杀人害命。刘基怒了，他展现出了儒者少有的雷霆手段，明察暗访，掌握铁证，对那些劣迹斑斑的豪强恶霸坚决予以严惩，即便对衙门内的贪吏也绝不手软。
他对百姓体恤入微，对奸佞则如秋风扫落叶。一时间，高安风气大变，百姓视他为青天，而地方豪绅则对他恨之入骨，视这只闯入狼群的鹤为眼中钉。若非同僚因赏识其才干而加以维护，他恐怕早已在无数次的构陷中粉身碎骨。官场的黑暗远超一个县城的掌控。因对当时把持朝政的秦王伯颜不满，刘基愤而托病辞官。此后的10余年间，他如同一叶浮萍，在仕途与隐逸之间痛苦徘徊。他曾在丹徒半隐，也曾试图再次北上大都干谒，却仅换来一个江浙儒学副提举的闲职。他开始频繁与竹川上人、赵玄上人等方外之士往来，寄情山水，诗文唱和。这看似是文人的风雅，实则是一个清醒者在浊世中无处安放的绝望与逃避。真正斩断他对元朝最后眷恋的，是关于方国珍的处置。当时江淮大乱，刘基受命出任江浙省元帅府都使，负责平定盗匪。此时私盐贩子出身的方国珍聚众起义，纵横海上，反复无常。刘基那敏锐的战略眼光瞬间看穿了方国珍首鼠两端的本质，他力排众议，主张剿灭，认为只有雷霆手段才能震慑东南，否则必成大患。他甚至亲自规划了围剿方略，驻寨防御，步步为营。若是按照他的部署，方国珍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埃。但朝堂之上的逻辑从来不是以对错来衡量的，而是利益。方国珍深谙官场潜规则，用从劫掠中得来的金银珠宝买通了元朝权贵。于是荒诞的一幕上演了，朝廷不但没有发兵进剿，反而下旨招安，原本的海寇摇身一变成了朝廷的命官。更令人齿冷的是，一直主张平叛的刘基反被人斥责为擅作威服，甚至遭受羁管与羞辱。这对刘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，这不仅仅是战略上的否定，更是对他心中坚守的公然践踏。他愤怒地看着那些接受贿赂的官员弹冠相庆，看着杀人放火的强盗穿上了官袍，而自己的一腔热血却被泼在冰冷的权谋算计之中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悲愤地写道：这个朝廷已经烂到了骨子里，它不再是保护苍生的外壳，而成了滋生蛆虫的温床。绝望之下，刘基弃官而去，愤然回到了青田老家。这一次他走得决绝，因为他知道这艘千疮百孔的巨轮沉没已是定局。那是公元1356年前后，此时46岁的刘基两鬓已见斑白。他隐居在青田的南田山中，自号玉离子。这是一段漫长而压抑的蛰伏期，山中的岁月清冷寂寥。刘基终日面对着满山的苍翠与流云，内心却如沸腾的岩浆。他开始著书立说，写下了传世名作《玉离子》。在这本书中，他用寓言的方式冷冷地解剖着这个世界。他血脉甘者言，借一个小贩之口，嘲讽那些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的权贵。他写治国之道，写天道循环。这不仅仅是文学创作，这是他在精神上与那个腐朽王朝的彻底决裂。他在字里行间埋藏着治国平天下的屠龙之术，等待着那个能读懂他的人。而此时的天下早已大乱，黄河决口，红巾军起义如野火燎原。在这乱世的棋盘上，各路豪杰纷纷登场。张士诚据守苏州，富甲一方却目光短浅；陈友谅霸占长江中游，兵强马壮却生性残暴。方国珍依旧在海上首鼠两端。而在这些庞然大物之间，
一个名叫朱元璋的和尚正在应天悄然崛起。朱元璋，这个出身最底层的乞丐，拥有着一种刘基从未见过的野蛮生命力。他没有陈友谅的傲慢，没有张士诚的奢靡，他像是一块海绵，贪婪地吸收着一切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。当朱元璋的军队攻下金华，进逼江浙时，他听说了刘基的大名。对于刘基而言，选择朱元璋并非一蹴而就。作为儒家士大夫，即便元朝在腐败、背弃旧主另投新君，在道德上依然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坎。起初，当朱元璋派人带着重金来聘请时，刘基是拒绝的。他在观望，他在犹豫，他不想把自己的余生轻易地交给又一个草头王。直到1360年的那个春天，朱元璋的总制官孙炎带着朱元璋亲笔书写的极其谦卑的书信，以及哪怕被刘基拿剑逼问也死战不退的诚意，再一次敲开了青田山门。更重要的是，刘基从朱元璋的一系列举措，废除苛捐杂税，约束士兵纪律，尊孔崇儒中，看到了一丝不同于流寇的王气。那一夜，青田山中或许下了一场大雨。刘基坐在灯下，看着那把挂在墙上已经蒙尘多年的长剑。50知天命，他已经50岁了。在古代，这已是垂暮之年。难道真的要老死在这山林之中，看着那满腹的韬略化为黄土吗？他想起了高安县衙里那无奈的叹息，想起了方国珍受招安时那得意的狞笑，想起了玉离子中对清明世界的渴望。出山吧！这个声音在他心底响起，不是为了元朝，不是为了朱元璋个人，而是为了这涂炭的生灵，为了终结这无尽的乱世，为了在废墟之上重建一个由汉文化主导的理想国度。次日清晨，雨过天晴。刘基将玉离子的书稿整齐地锁入箱柜，换上了一身布衣，带上了同样才华横溢的好友宋濂，走出了那座困顿了他数年的大山。当他抵达应天的那一刻，历史的齿轮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。朱元璋闻讯大喜过望，专门修建了礼贤馆安置他们。两人的第一次正式会面足以载入史册，没有繁文缛节，没有虚与委蛇。朱元璋平退左右，目光灼灼地盯着眼前这位清瘦儒雅却目光如电的老者，抛出了那个困扰他许久的问题：先生何以教我？此时的朱元璋虽然占据应天，但处境极其凶险，东有张士诚，西有陈友谅，两人实力都远在他之上，尤其是陈友谅，坐拥巨舰大炮，随时准备顺流而下，一口吞掉应天。朱元璋就像是被两头猛虎夹在中间的孤狼。刘基没有直接回答战术问题，而是展开了一幅更为宏大的画卷。他伸出手指，在空中虚画几笔，指出了实务18策。这18条策略不仅仅是军事部署，更是政治纲领。他告诉朱元璋，张士诚乃守护之犬，不足为虑；陈友谅野心勃勃，乃心腹大患，必先除之。而在战略之外，必须高举义旗，收揽民心，严明法纪。那一刻，朱元璋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。他身边的李善长擅长后勤，徐达擅长冲锋，但只有眼前这个人能站在云端之上，俯瞰整个棋盘的走势。刘基看着朱元璋眼中燃起的光芒，知道自己赌对了。他将在这个草莽英雄身上雕刻出他理想中的帝王模样。然而，历史从来不会给谋略家太多的从容。那份关于心腹大患的预言，墨迹未干便已应验，现实的残酷考验伴随着滚滚江水立刻就降临了。
同年5月，陈友谅撕毁盟约，率领号称60万的大军倾巢而出，直扑应天。巨舰蔽日，旌旗遮天，长江为之断流。应天城内一片恐慌，朱元璋的谋士和将领们乱作一团，有人主张投降，有人主张逃跑至中山死守，甚至有人建议放弃应天，退守他处。朱元璋坐在主位上，面沉似水，一言不发。他的目光穿过人群，落在了角落里那个沉默不语的身影上。刘基站起身，大步走到地图前，他的手指重重地敲击在应天的位置上，声音坚定而激昂。陈友谅虽然兵多将广，但他骄横轻敌，孤军深入。我们以逸待劳，诱敌深入，可在龙湾布下伏兵。只要战术得当，陈友谅不过是冢中枯骨。他详细地阐述了诱敌深入、伏兵截击的战术，利用陈友谅老友康茂才诈降，诱使其进入龙湾浅滩，待其巨舰搁浅，无法回旋，再以火攻和伏兵击之。这是刘基军事生涯的真正起点。在这个风雨欲来的夜晚，他不再是那个在青田山中叹息的隐士，他是手握乾坤的执旗者。窗外乌云压城，雷声隐隐，一场决定未来中国数百年命运的决战——龙湾之战即将拉开帷幕。而这仅仅是他传奇与悲剧交织的一生的序章。一切正如刘基所预言的那样精准。陈友谅的巨舰因为过于庞大，在退潮后的泥沼中成了动弹不得的死鱼，而朱元璋的伏兵如同早已磨好牙齿的群狼，从芦苇荡中蜂拥而出。那一战，江水为之赤红。刘基站在石灰山的高处，羽扇纶巾，冷眼看着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敌军在烈火中哀嚎。这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，更是心理上的转折。那个曾经让朱元璋寝食难安的陈友谅，并非不可战胜的神话。当陈友谅狼狈逃回江州时，他或许还没意识到，那个站在朱元璋背后、目光深邃的清瘦文人，已经成了他命中的克星。然而，龙湾大捷只是让朱元璋在乱世中站稳了脚跟，真正的生死考验还在3年之后。这3年间，刘基并未因功自傲，反而更加如履薄冰。他深知此时的局势依旧是两虎竞势。东面的张士诚像一条盘踞的毒蛇，虽无吞象之心，却随时准备在关键时刻咬上一口。西面的陈友谅虽遭重创，但元气尚存，且复仇的怒火正让他变得更加疯狂。在这期间，刘基做出了一个极具政治远见却又无比冷酷的决定，他极力反对朱元璋去救援那个名义上的皇帝小明王韩林儿。在刘基看来，韩林儿不过是旧时代的残渣，救之无益，反而会成为将来称帝的道德包袱。虽然朱元璋出于义气，最终还是去了，并险些因此丧命，但这件事让朱元璋深刻意识到，刘基的眼光早已超越了江湖义气，直指帝王权术的核心。终于，历史的钟摆终于猛烈地撞向了鄱阳湖。这是中世纪世界规模最大、最为惨烈的水战。陈友谅倾举国之力，号称60万大军，楼船数百艘，那是一座座移动的水上城市，连绵数十里，遮天蔽日。相比之下，朱元璋的20万军队驾驶着白色的轻舟，在这些庞然大物面前如同蝼蚁。双方在此展开了长达36天的殊死搏杀，那是刘基一生中最为凶险也最为传奇的时刻。在激战的初期，朱元璋处于绝对的劣势。陈友谅的楼船居高临下，箭如雨下，火炮轰鸣。
朱元璋的坐舰数次被围，险象环生，军心开始动摇，恐惧像瘟疫一样在船队中蔓延。就在这时，决定性的一幕发生了。那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刻，朱元璋正坐在旗舰的胡床上指挥督战，四周是震耳欲聋的喊杀声和木屑横飞的爆裂声。刘基侍立在一旁，但他并没有关注战局的推进，他的目光死死地锁定了远方陈友谅阵中一艘正在调整炮口的敌舰。那一瞬间，某种超越常人的直觉击中了他，那是他在无数次推演中练就的对危险的嗅觉。主公，速一坐！刘基突然大喝一声，声音嘶哑而急促。朱元璋正杀红了眼，一时没反应过来。刘基顾不得君臣礼仪，猛地扑上前去，双手死死拽住朱元璋的手臂，近乎粗暴地将这位未来的皇帝拖向船的另一侧。朱元璋踉跄着刚离开座位不过数尺，只听得一声巨响，仿佛天崩地裂。一枚巨大的石炮弹带着呼啸的风声，精准地砸穿了船舱，将朱元璋方才坐过的胡床瞬间击得粉碎，木屑与烟尘腾空而起，全船死寂。朱元璋看着那堆废墟，冷汗瞬间浸透了战袍。他转过头，看着气喘吁吁、衣冠不整的刘基，眼神中充满了震惊、感激以及一丝深深的敬畏。这一炮不仅差点改写了历史，更在朱元璋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：刘基，此人通神，亦或是此人可怕。死里逃生后，刘基并未惊慌，他立刻建议朱元璋移军湖口，扼住陈友谅的咽喉。此时鄱阳湖水位开始下降，陈友谅的巨舰优势变成了劣势，搁浅难行。刘基再次祭出了他的杀手锏火攻，就像三国赤壁的重演，但这一次主角是刘基。他夜观天象，断定风向将变。当东北风呼啸而起时，7艘满载火药和芦苇的敢死船冲向了陈友谅的铁索连环船。烈火借着风势，瞬间吞噬了那些不可一世的楼船。湖水被鲜血染红，映照着漫天的火光，仿佛人间炼狱。陈友谅在突围中被流矢射穿头颅，一代枭雄就此陨落。鄱阳湖之战的胜利彻底奠定了朱元璋统一南方的基础。刘基站在船头，看着那片渐渐平静的湖水，心中却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悲凉。他知道，战争的结束往往是另一种更残酷斗争的开始。消灭了陈友谅，张士诚变成了瓮中之鳖。在随后的平江围城战中，刘基再次展现了他的冷静与耐心。当将领们急于强攻时，刘基力排众议，主张常为久困。他在给朱元璋的信中写道：事成已是釜中之鱼，急则死战，缓则自溃。果然，数月之后，张士诚粮尽援绝，城破人亡。至此，江南平定。朱元璋开始着手登基称帝的准备工作。这时候的刘基角色悄然发生了转变，他不再是那个在地图前指点江山的军师，而是变成了这个新生帝国的总设计师。他与另一位重臣李善长分工明确，李善长负责后勤与行政，如同当年的萧何，而刘基则负责制度、法律与礼仪的构建，如同张良与叔孙通的结合体。他深知元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法纪废弛、宽纵无度，因此在起草大明律时，刘基主张乱世重典，强调法治的威严。他亲自参与了南京城的规划，将天上的星宿布局投射到地上的宫殿建设中。从紫金山的龙脉走向，
到宫城的方位朝向，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他对天道与皇权的理解。他试图通过这种宏大的建筑语言，构建一个天人合一、万事一系的理想国度。1368年正月初4，南京天朗气清，朱元璋身着龙袍，在南郊祭天，正式登基，国号大明，年号洪武。礼炮声中，刘基跪在百官前列，看着那个曾经的乞丐和尚一步步走上丹壁，坐上那张象征无上权力的龙椅。这一刻是刘基人生的巅峰。他是开国元勋，是御史中丞，被封为程义伯。但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喜极而泣，眼中反而多了一层忧虑。他太了解朱元璋了，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皇帝，有着超乎常人的猜忌心。在创业艰难时，他是礼贤下士的明主，一旦天下已定，那把屠龙的宝剑会不会因为太过锋利而让握剑的人感到不安？而且朝堂之上的暗流已经开始涌动。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贵集团，仗着是皇帝的同乡和老班底，骄横跋扈，贪赃枉法。而刘基作为江浙集团的领袖，更作为手握监察大权的御史中丞，天生就是他们的死敌。在那个金碧辉煌的登基大典上，刘基仿佛看到了未来阴云密布的天空，但他没有退缩，因为他心中有一套坚定的政治逻辑。他痛感宋元两朝之所以失掉天下，根本原因在于宽纵二字。乱世之后，必用重典，唯有整肃纲纪，方能长治久安。于是这位身形清瘦的老人向整个新朝权贵阶层发出了宣战。他下令御史台检举弹劾，不避权贵，不计私情。无论是宿卫禁军，还是申公宦官，近身侍从，凡有犯法过错者，一律奏明皇太子，依法严惩不贷。一时间，那个曾经温文尔雅的谋士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令朝野上下噤若寒蝉的铁面御史，人人畏其威严，不敢造次。随后一场关于法律与人情的较量，终于随着李斌案拉开了序幕。中书省都事李斌因贪图私利，纵容下属而被治罪。此人虽官职不大，却是丞相李善长的亲信死党。李善长深知此案一开，淮西集团的防线将溃，于是亲自上门求情，言辞恳切，甚至暗示这已是皇帝念及旧情的默许。若换作旁人，或许就顺水推舟了。但刘基拒绝了。在他看来，法不阿贵，绳不挠屈。李善长碰了一鼻子灰，愤恨而去。刘基深知夜长梦多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派人骑上快马，飞驰入宫，将李斌的死罪奏报太祖朱元璋，并争取到了那一纸至关重要的批准。行刑的那一天，恰逢京师大旱，朝廷正在举行祈雨祭祀。刘基决定拿李斌的人头祭旗，以正国法，以顺天意。刑场之上，刀光一闪，李斌的人头落地，鲜血溅在了新朝刚铺好的青石板上。这鲜血不仅染红了法场，也彻底染红了刘基与李善长那本就脆弱的关系，更在朱元璋的心中留下了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痕。这是刘基的选择。他是个读书人，他的心中有道。为了这个道，他可以辅佐朱元璋杀人营野，也可以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而得罪满朝权贵，甚至触怒皇帝。在这个新生的帝国里，刘基不仅是设计者，他即将成为那个孤独的守夜人。而长夜才刚刚开始，报复来得极快且阴毒。大旱不解，百姓惶恐不安。
在古人的政治逻辑中，天灾往往是上天对人祸的警示。李善长抓住机会，暗示这是因为有人滥用刑罚，杀戮过重，暗指刘基斩李斌一事，从而触怒了上苍，致使阴阳失调。刘基是个极其自负的人，他精通天文地理，更深信自己的道义无愧于天。面对李善长的攻讦，他没有退缩，反而向朱元璋进言，指出干旱的根源在于积冤。他甚至在朱元璋面前立下了近乎赌咒的预言，只要平反冤狱，安置孤寡，天必降甘霖。朱元璋此时对刘基依然抱有极大的信任，他当即采纳了建议，命刘基亲自去清理刑狱，释放冤民。这本是一次政治上的豪赌，刘基试图用天意来证明自己乱世重点之外的人心，也试图以此压倒淮西勋贵的谗言。但这一次，老天爷没有站在他这一边。冤狱已平，孤寡已续，刘基站在祭坛上，汗水湿透了衣背，他仰望那依旧毒辣的苍穹，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与深深的绝望。10天过去了，烈日依旧高悬，没有一丝云彩。这不仅仅是求雨的失败，更是他政治信誉的崩塌。朱元璋的脸色阴沉的可怕。对于这位君王而言，刘基的神算光环一旦失效，他便不再是那个代天立言的国师，而只是一个会犯错的臣子。那些平日里被刘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勋贵们，此刻都在暗处露出了狰狞的笑容，趁机群起而攻之。尽管朱元璋没有立刻杀他，但刘基深知大势已去。这只狡兔已死，猎狗的狂吠便显得格外刺耳。带着一种从巅峰跌落的凄凉，以及对妻子刚刚病故的悲痛，刘基做出了最后的抉择。他不再辩解，而是主动向朱元璋请求告老还乡。这一交不仅摔碎了他依法治国的梦想，也让他彻底退出了权力的中心。在刘基临行前，发生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对话。那是在御书房的幽暗灯光下，朱元璋平退左右，看似推心置腹地询问刘基：李善长之后，谁可为丞相？这是一个死亡陷阱，也是对刘基最后的试探。朱元璋列出了3个人选：杨宪、汪广洋、胡惟庸。杨宪是刘基的门生，也是江浙集团的干将。汪广洋虽然圆滑，但也不属于淮西死党。胡惟庸则是李善长的得意门生，淮西集团的新星。按照常理，刘基应该推荐自己的门生杨宪，或者至少排斥死敌胡惟庸。但刘基的回答展现了他超越党争的政治家风骨，也预言了大明朝未来的血雨腥风。他说杨宪有宰相之才，无宰相之量，不可；说汪广洋气量狭浅，不可。当朱元璋问到胡惟庸时，刘基的回答更是如谶语般精准而惨烈：此人好比驾车，恐怕会把马车掀翻。他否定了所有人，包括自己的盟友。甚至当朱元璋表示相位只有先生能做时，刘基依然表示自己嫉恶太甚，不耐烦拒而坚持不受。他告诉朱元璋，丞相之职须如水般包容万物，又要如山般坚定不移。朱元璋默然良久，最终挥手放行。但这并非君臣相得的佳话，而是一场同床异梦的诀别。在那幽暗的灯光下，刘基看懂了皇帝眼底那一抹挥之不去的阴霾。对于一个掌控欲极强的君主来说，一个无法被驾驭且看透一切的智者，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威胁。带着这份沉重的觉悟，刘基退出了那扇沉重的宫门，但他很快发现，帝王的目光并未随着他的离去而收回，反而化作了无形的罗网，笼罩了他的归途。刘基回到了青田老家，
但这并不是归隐田园的闲事，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囚禁。他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，为了避嫌，他从不与地方官来往，甚至连乡亲们的求见也一概拒绝。他像一只受伤的老鹤，缩在南田山的角落里，试图用沉默来换取余生的安宁。但树欲静而风不止，胡惟庸当上了丞相。这个被刘基预言会翻车的小人，一旦大权在握，第一件事就是要铲除那个曾经看透他骨髓的智者。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了刘基头上。胡惟庸指使刑部尚书吴云告发刘基在淡阳设立墓地，那地方有王气，在封建时代私占有王气的土地等同谋反。这显然是胡惟庸指使的构陷，拙劣却致命，因为他精准地击中了朱元璋内心最敏感的神经——皇权的排他性。朱元璋大怒，剥夺了刘基的俸禄。刘基怕了，他太了解朱元璋了，解释是没有用的，辩解只会加速死亡。唯一的活路就是把自己置于皇帝的眼皮底下，任由其宰割。于是这位63岁的老人拖着病体，不顾严寒，连夜赶回南京。他跪在朱元璋面前请罪，并请求留在南京，以此表明自己绝无二心。此时的刘基已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军师，而是一个被软禁在京城的戴罪之人。在这漫长的软禁岁月中，恐惧与忧愤成为了比严寒更锋利的刀刃，一点点剜去了这位老人的生机。洪武8年正月，早已油尽灯枯的刘基病重不起。然而朝堂上的案件并没有因为他的垂危而停歇，反而嗅到了最后的猎杀机会。丞相胡惟庸带着御医奉旨前来探望，这是一场极其诡异的探视。胡惟庸满脸堆笑，眼神中却藏着刀锋。御医开了一副药，煎好后端到了刘基床前。刘基看着那碗黑漆漆的药汤，又看了看胡惟庸那张虚伪的笑脸，他知道这或许就是宿命。他没有拒绝，颤抖地端起碗，一饮而尽。自那以后，刘基感到腹中如有拳头大的石头挤压，痛苦不堪。这究竟是药物的副作用，还是慢性的毒药？不得而知。2月，刘基自知大限将至，请求回乡。这一次，朱元璋表现出了少有的温情，派人护送他回青田。回到家中，他拒绝了一切药物和饮食。在弥留之际，他叫来了2个儿子。这是令人动容且意味深长的一幕。这位算尽天下的智者挣扎着起身，让儿子拿来他视若珍宝的天文书。这些书记录了他毕生所学的屠龙之术，是能够改天换地的力量，也是招致猜忌的根源。他抚摸着书页，手指颤抖，然后坚定地对长子刘炼说：这本书我死后你们要立刻带去南京，上交给皇上，一个字也不许留，更不许子孙后代学习。他没有选择烧毁，而是选择了上交，因为他明白，只有将这最后的威胁毫无保留地交出，才能换取朱元璋对刘家子孙的一线生机。在这个帝王心术即是一切的时代，真正的智慧不是拥有力量，而是懂得如何卸下力量。最后，他留下了给朱元璋的遗奏。在这份遗言中，他没有一句抱怨，没有一句辩解，依然在谈治国之道，依然在谈霜雪之后必有阳春，劝谏皇帝实行仁政。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依然是那个试图修补世界的儒者。4月，刘基在青田家中病逝，享年65岁。一代神算就此陨落。
当刘基那双看透世事的眼睛永远闭上时，南京城的皇宫里或许有人长舒了一口气。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黑色的幽默。在他死后仅5年，一场血腥的风暴席卷了帝国，丞相胡惟庸因谋反罪被诛9族，受牵连者达3万余人。在这场令天地变色的大清洗中，朱元璋突然一反常态，高调宣布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，并以此为由，进一步坐实了胡惟庸的罪名，同时也为那位已经作古的功臣平反昭雪。这无疑是朱元璋对刘基的最后一次利用。生前，刘基是他的剑，帮他斩断乱世的荆棘；死后，刘基成了他的盾，帮他抵挡屠杀功臣的道义指责。正是在这种正史记载被权力肆意涂抹、渐渐模糊之际，民间的刘基却开始复活，并迅速膨胀为一个近乎妖孽的神话形象。3分天下诸葛亮，一统江山刘伯温，这句妇孺皆知的俗语，将刘基推向了与诸葛武侯并肩的神坛。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2个形象，会发现一种微妙的差别。诸葛亮是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儒家圣人，他的悲剧是壮志未酬的苍凉；而民俗中的刘伯温，则更像是一个通阴阳、小八卦、能呼风唤雨的道家仙人。百姓之所以需要这样一个神话版的刘基，归根结底是因为大明王朝的统治太过严苛。朱元璋剥皮食草的酷刑，仅一味的无孔不入，让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高压的恐惧之中。在这样的时代，人们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安全感，便只能在幻想中寻求慰藉。这种神话化本质上是一种集体的心理补偿。百姓们潜意识里渴望，在这个皇权肆虐的世界里，依然有一个代表智慧与正义的力量，能够用一种超自然的方式，比如留下预言烧饼歌，斩断天下的龙脉，在南京城下埋设机关，去制约那个暴力的君王。于是，为了对抗现实的残酷，历史上的那个苦闷、孤寂、谨小慎微的儒者刘基被迫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羽扇纶巾、谈笑间定乾坤的刘半仙。若我们剥离掉这层神话的金漆，会发现刘基的悲剧核心远非简单的伴君如伴虎，而是一场深刻的道与术的博弈。刘基代表的是儒家的道，他深受宋明理学影响，相信治君尧舜，相信政治的目的是恢复天下的秩序与道德。他设计制度、制定法律，是希望用一套客观的规则来约束所有人，包括皇帝。而朱元璋代表的是帝王的术，作为从底层杀出来的草莽英雄，他相信的是权力的绝对垄断与暴力的有效性。对朱元璋而言，法治只是统治的工具，而非信仰。当刘基试图用法律来维护制度尊严时，他便不可避免地触碰了朱元璋的底线，这注定了刘基在那个时代的格格不入。他试图在一个极权主义日益强化的前夜，保留士大夫的一点尊严和独立性。他既想做功成身退的张良，又想做直言极谏的魏征，还想做鞠躬尽瘁的诸葛亮。但这3种角色在明初残酷的政治生态中是互斥的。他太理想化，太干净，在一个污浊的池塘里，清澈本身就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。因此，他不仅是朱元璋的隐形敌人，也是李善长、胡惟庸等官僚集团的异类，最终只能落得个两面受敌、凄凉收场的结局。当我们回望600年前的那段历史，刘基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，或许并不是那些神乎其神的预言，而是他的著作《玉离子》。因为在政治上无路可走，他只能将满腔的孤愤注入笔端。在这部寓言集中，他以一种冷峻、犀利，甚至带有些许虚无主义的笔触，
解剖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。他写虎的凶残，写鞠躬的贪婪，写梧桐树的枯萎。他在文字中构建了一个由常识和理性主导的世界，以此对抗现实中的荒谬与疯狂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在大明王朝的开国元勋中，徐达是完美的军人，李善长是干练的管家，而刘基是唯一的思想者。他孤独地站在旧时代与新时代的交界点上，亲手终结了元朝的乱世，却也亲手开启了一个更加专制、更加压抑的明清时代。他看清了这一切，却无力改变，这才是他最大的悲哀。如果历史的镜头可以定格，我希望不是龙湾之战的运筹帷幄，也不是鄱阳湖上的火光冲天，而是洪武8年那个春寒料峭的夜晚。病榻上的刘基看着那部记录了他毕生心血的天文书离他而去，灯火映照着他那张消瘦而平静的脸。那一刻，他不再是帝国的开国元勋，不再是传说中的神算子，他只是一个疲惫的老人，一个在漫长的黑夜中独自守望黎明的读书人。他带走了所有的秘密，只把一个关于智慧、忠诚与悲剧的背影永远地留给了身后的江湖与庙堂。这便是刘基，他算尽了天机，却唯独无法算出一个清醒者在浊世中该如何安然度过一生。历史从未远去，它在声音中回荡。我是深入历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